这是一根2吨半重的巨型火腿，普通人吃1个月也未必能够吃完。可阿鲁仅用了2秒半就将其全部消灭，而且还没有吃饱。接着阿鲁又带着小松来到了一家拉面馆，小松迫不及待地吃下一口，瞬间满满的幸福感涌上心头。可当他转头看向阿鲁时，发现这家伙一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吃掉了3碗，而且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拉面师傅的胳膊都快轮冒烟了，可出餐速度也才勉强够阿鲁一个人吃的。眨眼间，拉面碗就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。结账时，本次消费共计520万，这可能是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积蓄，但这对阿鲁来说不过是9牛1毛。紧接着，2人又来到了旋转火锅，阿鲁一顿狼吞虎咽，可坐在他后面的人就惨了，因为食物都被阿鲁截胡了，其他客人只能喝西北风，就连小松也是满脸无奈。可谁让阿鲁有钱任性呢？一结账，本次消费共计1450万。吃饱喝足后，2人继续向着美食之城深处进发。在这里，除了各种各样的美食，还有一样东西吸引了无数人的到来，那就是极品厨具。随后2人来到商场，琳琅满目的菜刀瞬间吸引了小松的目光。这里的厨具全都是出自顶级铸刀大师之手，随便一把至少都能卖到上亿。可都比脸还干净的小松只能叹为观止。正当他苦恼时，突然一个手上戴满钻石的土豪走了进来，还不等小松反应过来，土豪直接大手一挥，准备将所有的厨具全部打包买走。见此一幕，小松人都傻了。果然，有钱人的消费方式就是任性。然而就在2人准备离开时，一伙强盗突然朝他们的方向冲来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小松成功被劫持成了人质。可阿鲁见状却微微一笑，敢在他的面前撒野，真是胆子肥嘟嘟的。眼看阿鲁径直向他们走来，几个强盗吓得撒腿就跑，同时还不忘把小松一并打包带走。阿鲁在后面紧追不舍，可小偷对地形十分熟悉，一时间也难以抓住他们。然而就在小偷以为自己逃出升天时，前方突然冒出一个八旬老太，直接一棍子将他放倒，小松这才得以获救。阿鲁闻声赶来，可当他定睛一看，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杰乃婆婆吗？小松听后也是激动不已。为了这次见面，阿鲁特地穿了一身定制的西装，结果还是被杰乃婆婆一顿吐槽。于是杰乃婆婆直接给阿鲁换了个发型，这牛排头怎么看起来胀里胀气的？阿鲁询问杰乃婆婆为什么要将它搞成这样，谁知杰乃婆婆却一脸痴迷的说道，这是她的喜好。可阿鲁觉得这个发型实在是太丑了，当即就要把牛排头给毁了。然而杰乃婆婆却表示自己可不会给不懂礼貌的人做饭。阿鲁听后瞬间又将牛排头恢复原样，这翻脸简直比翻书还快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段看似无厘头的剧情，深层内核是对金钱占有强者身份的3重祛魅。阿鲁一顿吃掉上千万，可对他却是9牛1毛。这并非炫富，而是揭示美食世界的底层逻辑。金钱只是数字，真正的财富是转化为体能与战斗力的卡路里，食物才是生命本源。商场里土豪大手一挥，包圆所有厨具，与小松的惊叹对比鲜明，批判了资本将匠心神器沦为炫耀死物的贪婪，而小松对一把好刀的敬畏才是铸刀大师看中的用刀之心。杰乃婆婆强行给阿鲁换了个帅气牛排头，看似胡闹，实则是强者卸下武装，以长辈身份传递关怀的独特方式。强盗被婆婆一棍解决，更暗合时运的玄学，所有相遇皆因食物结缘。全篇用荒诞的消费方式反衬金钱无法衡量的初心与羁绊，这才是美食番超越口腹之欲的精神内核。